红楼梦》里关于吃喝方面的描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。作者首次描写荣国府吃饭场景是在第3回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时，李纨捧饭，熙凤安住，王夫人进羹，黛玉方告了座。贾母命王夫人坐了，迎春姊妹3个告了座方上来，迎春便坐右手第一，探春左第二，惜春右第二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、漱鱼、金帕，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，却连一声咳嗽不闻。既然饭毕，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。这一段叙述了荣国府吃饭时的种种规矩，但没提到他们到底吃了些什么。稍微具体些的描写是在第6回，作者通过刘姥姥的观察写了王熙凤的吃饭情形。先是有2、3个媳妇用大漆捧盒送来饭菜，王熙凤用餐时又有几个人伺候端菜。她吃完后，桌上碗盘森列，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，不过略动了几样。这段描写与贾母对黛玉所说的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相呼应。王熙凤是在自己屋里吃，饭菜是用大漆捧盒从厨房运来。由桌上碗盘森列来看，王熙凤的分例相当丰盛，而她用膳后，桌上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。第55回里，平儿与王熙凤一起吃饭，但她跟前放的就只有4样分例菜，而且吃时还须得屈一膝于炕沿之上，半身游立于炕下，以表示对王熙凤的尊重与恭顺。主子与奴才的界限绝不可逾越。荣国府诸人都按自己的分例标准吃饭，这由厨房监控执行，可是厨房自己违规，却无人监管。荣国府的分例标准远高于实际需求，王熙凤用膳后就是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，不过略动了几样，厨房逐日克扣一些，当事人根本觉察不出来。厨房的掌管者有时还会以超标准供应来做人情。第62回里，方官只想要1碗汤，半碗精米饭对付午餐，但柳家的送来的却是酒酿清蒸鸭子、胭脂鹅脯与虾丸鸡皮汤，1大碗碧莹莹的绿旗香稻精米饭，还有1碟点心。结果是方官、宝玉与小燕3人同吃后还有剩余。在第35回里，贾母向薛姨妈等人炫耀道：想什么吃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了来咱们吃。其实王熙凤的本领只是命人去厨房传话而已，而厉害的是荣国府厨房烹调制作的技能与水准。为了给宝玉做小荷叶小莲蓬汤，凤姐还得吩咐人去找专门的汤模子。同样是富贵人家的薛姨妈就对此感叹不已，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，吃碗汤还有这些模子。可是王熙凤却将这汤看得稀松平常，评价宝玉的口味不算高贵。第42回里，刘姥姥离开荣国府时，收到的礼品中就有1盒各样内造的点心。这显然不是宫廷厨师来做的，而是荣国府厨房内就有制作点心的高手。书中提到的点心也是名目繁多，如菱粉糕、鸡油卷、藕粉桂糖糕、松瓤鹅油卷、奶油松瓤卷酥等等，而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也都玲珑剔透，呈现出各种花卉的模样。没吃过这些的刘姥姥自然觉得新奇，而贾母等人却早吃腻了。书中写道：一时只见丫鬟们来请用点心，贾母道：吃了2杯酒，倒也不饿。也罢，就拿了这里来，大家随便吃些罢。丫鬟便去抬了2张几来，又端了2个小捧盒，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2样，这盒内一样是藕粉桂糖糕，一样是松瓤鹅油卷，那盒内一样是1寸来大的小饺儿。贾母因问什么馅儿，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。贾母听了，皱眉说：这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？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，也不喜欢。因让薛姨妈吃，薛姨妈只捡了1块糕，贾母捡了1个松瓤鹅油卷，只尝了1尝，剩的半个递与丫鬟了。宁国府的情形也是如此。第75回里，贾母称赞贾珍送来的月饼好吃，贾珍就会报说，这是新来的一个专做点心的厨子的手艺。然而，在荣国府，并不是所有人都由厨房供饭，有一些下人是自开火仓，不过食材还是按自己的分例标准向厨房领取。这一信息的透露是在第59回，偶官向春燕数落干娘下婆子的不是时，说在外头这2年，
别的东西不算，只算我们的米菜，不知赚了多少家去，和家子吃不了。还有每日买东买西赚的钱，这里的外头是指大观园外的戏房。偶官在进潇湘馆之前，是为迎接元春省亲而买来的戏子，因年龄小，还需要照料，府里就安排夏婆子做他的干娘。夏婆子是自己做饭，偶官算是搭伙，他的伙食分例也就由夏婆子领取。据偶官说，仅他那份分例，和家子吃不了，夏婆子从中赚了不少。作者同时借此透露了荣国府饭菜供应的优厚。贾政在第33回里说，自祖宗以来，皆是宽柔以待下人，这一点也体现在伙食的供应标准上。